今天呢，我们现在就来学习第9节国家公园带来旅游业的发展。国家公园呢，主要是讲这个班夫这个国家公园那我们也是听听水哥跟我们先读一读这一章我等一下呢再补充一下资料。洛基山史记，作者介庸，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3章铁路建设。第9节国家公园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考古证据表明，在10300年前，人类已经开始在班夫的朱砂湖地区活动。多个原住民部族居住在该地区，从事猎杀野牛和其他生产活动。随着太平洋铁路穿越大草原，即将进入落基山脉，太平洋铁路公司派出勘探人员，预先探测和规划铁路经过的线路。1883年，铁路勘探工人威廉·麦卡德尔和弗兰克·麦凯布发现了一个洞穴。他们用一根长树枝从天窗进入洞穴，在洞穴里，他们看到一个巨大的温泉。次年，他们在洞穴的旁边建造了一个小屋，并把附近地区都围起来，独占温泉以图牟利。他们这个做法引起了公众的反感，认为他们没有权利霸占温泉。一直以来，原住民都在这个地方泡温泉，他们认为温泉水可以治病强身，是个神圣的地方。有关文献记载，1859年，英国帕利塞探险队的詹姆斯·赫克特曾经进入并记录了这个洞穴。1874年，乔海雷也曾到过这个地点。各方面的证据都显示，麦卡德尔和麦凯布无权独占这个温泉洞穴。这件事情惊动了总理。冲突各方要求以约翰·麦当劳总理为首的加拿大政府干预此事。1885年11月25日，加拿大总理约翰·麦当劳于国家行政会议决定划出洞穴与盆地周围的10平方英里为班夫温泉保护区，这是加拿大国家公园系统的起源。1887年6月23日，落基山脉公园法颁布，公园从原来的10平方英里班夫温泉区扩大到674平方公里，并命名为落基山脉公园。落基山脉公园是加拿大第一个，也是仅次于美国黄石和麦基诺国家公园的北美洲第3个国家公园。根据当地原住民部落签署条约期，赋予加拿大探采土地资源的权利。1887年，班夫附近米利万卡湖开始开采煤炭。很快，瀑布山一个无烟煤矿开始运作生产，这些煤矿于1904年关闭，并由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拆除。许多建筑搬到了班夫城和其他地方。1888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建成的班夫春泉酒店和路易斯湖古堡酒店，在吸引游客的同时，又大大增加了铁路乘客的数量。1890至1920年间，原住民被陆续迁移出公园所在地。这个公园是为吸引户外活动游客而设计的，政策保护以运动、旅游为目标的户外活动。这个时期，班夫深受富裕的欧美游客的青睐，他们从欧洲出发，乘坐豪华游轮跨越大西洋来到加拿大，继续乘坐豪华火车西行来到班夫，聘请当地导游，参加登山、远足等各种户外活动。导游吉姆和标布鲁斯特两兄弟成立了第一家班夫旅游公司。他们两兄弟跟随父亲于1888年从安大略省来到班夫开办奶牛牧场。两兄弟最开始的工作是送牛奶，在第一民族的帮助和指导之下，对班夫附近的山脉、冰川、河流、湖泊等旅游景点了如指掌，并且成功的说服班夫春泉酒店经理把客人介绍给他们。当时他们年纪很小，只有10岁和12岁，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布鲁斯特旅游公司，从最先的马车到后来的汽车，带领客人在当地旅游从未间断，时至今日仍然是班夫最大的旅游公司。1902年，园区大规模扩大至11400平方公里，包括西面路易斯湖、公湖周边地区和东面的红路、克拉纳斯基和喷河流域。1906年，加拿大登山俱乐部开始管理公园的攀登、
远足和露营地。1911年，由于放牧和伐木利益的压力，公园的面积大规模减小到4663平方公里，减小部分主要是公园里的丘陵地带。这一年，从卡尔加里到班夫开始有公共汽车通行。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移民被送到班夫的集中营工作，集中营位置在城堡山附近，冬季时则搬到班夫洞穴雨盆地。许多班夫早期的基础设施和道路都是这些被拘禁的敌国公民建成的。1916年，布鲁斯特旅游公司开始在班夫提供大巴车旅游。1917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广告大力宣传阿西尼伯金山和班夫风光。公园边界扩展到南面的阿西尼伯金山。1917年2月，公园举办第一届班夫冬季狂欢节，专门针对中产阶级游客。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作为特别赞助商，吸引了各地游客。狂欢节的特大冰宫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拘禁同盟国工人建造的。嘉年华活动包括越野滑雪、跳台滑雪、冰壶、雪鞋和滑雪游戏。1920年，班夫到路易斯湖的公路顺利开通。1923年，班夫的温德米尔公路开通，游客可以通过这条公路到达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雷温泉。1930年5月30日，国家公园法正式生效，原洛基山脉公园以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站名班夫站命名为班夫国家公园。1931年，经济大萧条时期，为了减轻失业，加拿大政府制定了国家公园公共工程项目投资预算，在班夫建造了一个新的温泉浴室和游泳池，以补充洞穴与盆地温泉设施不足。其他项目包括1934年兴建了一个新的国家公园行政大楼。1940年，冰原大道从班夫到哥伦比亚平原地区，再连接至贾斯珀。目前公园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都是经济大萧条期间完成的公共工程项目。20世纪30年代，布鲁斯特旅游公司开发了第一个阳光村速降滑雪胜地和诺奎山滑雪区。1948年，安装了第一条升降椅索道。最初的洛基山脉公园法案一直强调环境保护。随着公众对环保的关注，加拿大国家公园局在1979年颁布了新的政策，再次强调环境保护。1988年修订了国家公园法，规定所有公园管理决策都要保持整体生态完整。该法案还要求公园局制定一个更大的公众参与的管理计划。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加拿大洛基山脉风景区列为加拿大洛基山脉公园世界文化遗产，连同5大国家和2大省级公园，形成包含山峰、冰川、河流、湖泊、瀑布、峡谷、溶洞、化石、动植物和历史古迹在内的自然保护区。借中评论，加拿大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有史可循。100多年前，加拿大人在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情况下，就开始思考环境保护。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过艰难的挣扎，包括资源开发、农牧业生产、房地产开发等等一系列的经济发展项目，这些都会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最后，加拿大人还是选择了保持整体生态完整，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能够享受到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美景。只要到过洛基山脉的人，就会被加拿大人简单朴素的价值观深深感动。这一章呢，大家听完了，我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班夫国家公园呢，我是最熟悉不过了啊！我1年呢要去几十次这个班夫国家公园。这个国家公园这个制度啊，这个法律啊，当时就是由于太平洋铁路开了火车站以后，就很多人来炒地皮，又来很多人呢去搞房地产，人多了以后呢，对这个自然环境呢，肯定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时的加拿大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一个国家啊，在饭都没吃饱的时候啊，这些加拿大的这些先驱呢，已经为我们后世子孙呢想到
这个环境保护这一点呢，实属难得啊！你想一想啊，他们房子没有一间好的房子住啊，都是可能住在帐篷，吃啊经常是有上顿没下顿，因为都是从外面运过来的，饭都没吃饱，房子没有得住的情况，他已经想到为后世子孙留下这个美景啊，自然保护这个重要性啊，宁愿放弃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啊，也要保护自己的环境。这一点呢我看呢就是深深的影响了加拿大。所以呢，这个今天你来到加拿大，你说哎呀，这里好山好水空气这么好你在温哥华，垃圾每个人家里面的垃圾都自己自觉的去分类。就加拿大人这种环保的意识呢，是100多年来呢，他们都是深深的印在这个脑筋里面，环保意识一直影响到我们后面千秋万代。那另外的话呢，我还想讲讲呢，这个落基山，如果你来加拿大旅游的话，落基山旅游呢4天游这样一个4天游呢，基本上所有的景点呢都跟这个太平洋铁路有关，所以呢，你了解这个太平洋铁路的历史的话呢，对每一位游客游览这个落基山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因为所有的景点包括最后一根道丁、灰熊镇、罗扎士峡谷通道、路易斯湖、班夫，这些景点全部跟这个落基山有关的。特别要讲一个人呢，就是那个叫 Tom Wilson， 这个是加拿大的导游的始祖了可以这样说他原来是一个骑警，很多湖冰川都是他用2条腿来走出来的完了以后就开辟这些旅游线路了，带客人去旅游到了班夫呢，一般我们的旅行团呢都是去了那里呢，就是参加当地的一些深度游用这个小车，因为我们去落基山都是那种50几座的大巴车，这些大巴车是进不去那个小路的。参加当地的深度游就是用那个小车呢送你到那个里面的那些小有游客道的，保护的更自然更美其实班夫是美就美在那些地方并不是美在这个班夫镇。班夫镇就是一个小镇就是一个古老的小镇人人都去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就本末倒置他到了班夫以后呢，他想住那个古堡酒店呢，他想住那个高级宾馆，去那个高级餐厅吃一吃，他以为这个就是加拿大旅游。其实我跟大家讲呢，深度游才能领略到那种真正的纯自然的那种美景。书里面有一张图呢，就是布鲁斯特那个旅游公司是最大的一个旅游公司，到现在经营了几百年了。他最早的时候就2兄弟，本来是送牛奶的嘛后来就开了这个旅游公司当时他2兄弟就用这个马车带着英国女王的妇女，用这个小马车呢带他们进去那个冰川那些湖泊江河那里呢到处旅游其实班夫呢最好看最美的地方呢是在那些险要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呢就是路比较窄不适合大规模的游客进去所以呢一般班夫呢是不推广的。班夫国家公园呢它不会推广，但是我告诉你们，最好看的其实就在这个里面。